继新金雕之后，大通的生化泰坦也来了，不是万代1400买不起，而是国产更有性价比。可以看到这次的编号是18，看来又跳过了好几个角色呀。打开运输盒，拿出里面的彩壳，可以看到依旧是经典的前后装反。这次的封面感觉好看吧？那肯定好看呀，这是万代的官图，而且还是截了一个半身像。打开盒子之后可以看到，这次呢我没有2个胳膊顺边，上层只有一个主体，下层的话就是配件了。估计就是因为有2把武器吧，所以说比其他的空我要贵20。手型的话是比万代原版的多了2对，然后拿出来主体可以看到，吸根掉了。另外一边也能够拔起来，看来是忘记上胶水了，那就后期自己粘一下吧。金甲刚开盒的时候是耷拉着的，看来是有些松了。其实它的紧实度和之前的一样，只是他们的肩甲太小了，勉强撑得住。而生化泰坦有1、2、3层大肩甲，是好几倍的重量，已经是远远的超过了关节的极限。然后我的腹部装甲是左右不对称，试着把胸甲拉上来之后呢，看看能不能拽下来。可以看到这2个分件呢没有卡住，没有容漆，把它拽到底之后呢，这效果就要好了不少。调整好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。比起之前看过的大通的生化全能空我呢，就是新贵的肩甲、胸甲、手背甲以及右小腿，而其他地方就是把红色换成紫色就行了。新贵的地方感觉要好了不少，它的重量方面呢是50克整。细节方面呢，先来看一下它的头部。复眼的最侧面呢是没有细节的，在鼻子尖处呢有一点点飞边，看来是之前的通膜了，就是单纯的把红色换成了紫色。不过飞边呢倒是比之前好了不少，基本上看不太出来了。小到想切也不好切，刚好飞锤的这一块抵住嘴巴了，而且还有一点弧度，没有飞边的话就太平了。这次银色分色的边缘也处理的利索了很多。新贵的胸甲肩甲部分就是单纯的金属紫色，直接加上金边嘛，2种颜色的发色挺接近于万代的。金边上有很多的文字刻线细节，做的够细够清楚。但是看到正面这个像笑脸一样的字就知道，这个肯定是自己开模的，并不是翻模万代，而且感觉还更清楚。这些文字的造型大致像是原版，但是胸口的小字有很大的争议。我们拿来和万代的对比一下，可以看到有一半的文字呢像是那么回事，就是少了头尾的2个弯儿，但是有这么3组省略的只剩下孔了。总之就是所有的文字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，但是胸口的呢是简化的太过分了，不像这儿了已经。生化形态的小臂都一样，就是有2个金边，在顶端里面呢没有露图，倒是好评。优待也是和之前的同模同色，小细节分的涂的够干净，而且也没有涂歪。在最后面中间的水口呢，这次竟然是消失了，估计是打磨干净了吧。弯腰的时候屁股那里会有一条大缝，这个问题呢还是存在的。一开始我们把腹部装甲拉下来了嘛，所以这里是不会穿帮的。下半身的造型跟空我的长得都一样，而且太简单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也就是需要注意脚腕上的宝石呢是用透明件还原出来了，好评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手腕呢却没有还原，之前的全能几个呢都有还原出来，涂装和透明件比差距是很大的。可动方面的话就看新贵零件，头部因为领子太高了嘛，所以说没有低头可动，抬头可动还可以，转动的话会被领子干涉住。肩甲虽然说很大，但是不会干涉住平台的可动。弯腰可动幅度那是相当的大，后仰呢也还可以，不过就是前面会穿帮。玩了一圈之后，感觉除了肩甲和头部呢是很松，其他地方呢都是很紧实。而这次我的品控的话，上嘴唇上面有个水口没有切干净，头顶有胶水溢出，这也就意味着大妈组装没有到位，不然的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具体表现的话，就是我的左脸呢是没有过合拢的，手抖粘歪了嘛，所以说会有胶水溢出。没粘歪的话，看脸色是可以合拢的，头以外的地方既然意外的可以，切光也没问题。硬找的话，就是我有一个透明件溢色了，有在右侧有蹭漆，而且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感觉这次胯部呢是更饱满了，最顶端呢也没有缝隙。当然也并不是说大通的品控好，只是万代最近的品控太拉了，显得这个还行。配件方面，2把武器和万代的一样，手型是多了1对物质放松手以及1对点战手，和万代一样的就是2对炮手手以及1对武器握持手。它之所以多2对手型，并不只是因为和之前同模顺便的事，之前的空我没有武器给的是骑摩托车的动能手，而并不是这次的武器握持手。虽然都是5对手，但并不完全一样。可以看到手背甲深化的，因为有纹章嘛，大通也有做出来对应的细节，所以说手背甲呢也是新规的。武器的话2把完全一样，只看1把就行了。这应该是大通第一次做大武器吧，可以看到对应的细节造型分色呢竟然意外的还可以，就是把柄和剑尖上的文字呢是有些看不清楚，两面的透明件和里面的细节呢也都有还原出来，就是肉眼看起来是没有这么透的。透明件是单独的分件，你感觉它比较突出，并不是因为造型的原因，是因为它没有插到底，能够明显的看到连接的缝隙。关于修复的话，就用关节加固笔在肩甲和头部涂一层就行了，膝盖抹点胶水粘上，武器上的大飞边给抠走。至于透明件缝的话，我把它抠烂了都没拆下来，拿起武器的时候才感觉到它的手腕偏松，不晃动它的话把持住倒是没问题。好的，以上就是大通生化泰坦空我的情况了。相信大家最关心的是和另一个厂的比怎么选，我只能说一个是大通的正常水平，一个是 KO 的正常水平，一分钱一分货嘛，看钱包了。